好来，那我们来讲柜体表现法这个事情。这个其实是这个我们同学在问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让你的一个柜体能够表现出来是比较 follow 你可能原来就已经做设计的某种方法，你该怎么做？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图说。我其实一直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同学问的这个问题，我们再把它叫出来，这个问题对照一下。在这个问题当中呢，这个吴同学他提的主要的内容是在讲说，他怎么样去用一些分开门片的这个隐藏门片的这个方法处理，但还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好，那这个东西这个内容呢，我们有提到这个几个方式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个其他的模式去设定它的这个表现的内容。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事情哦，来，你看哦，像这个柜子是这样子的。那么第一个方法，注意第一个方法就是将这个门片，单纯这个门片，你要隐藏的这个门片的系统版。我先说一个重点哦，不是希望你这么做哦，这只是方法之一，你可以拿来应用。假设我今天做这个事情。那么我这边选择半透明，但是事实上你的只是表现法的差异而已，表现法的差异而已，在这个地方你把它变成半透明，就这样子。但事实上你其他东西没有什么改变哦，好，你只要资料不会变动。当我这么做，然后确定一下。这一块板子是整面的，因为我们现在叫的是底材，这一块底材，这一块，我们都再拉高一点好了，因为这上面有 pattern， 所以这个 pattern 不能够存在。它才不会有透明度的问题。然后没有 pattern 的问题的，这边我们都拉高，切割 OK， 然后按确认。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现在这个东西是有一个样板的，所以我们先把样板取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隐藏线，它有两段要处理一下。你们看哦，就是说，当我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第一个方法，当我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如果我今天把它去做这个整合的这个材料变动，它其实是可以做出一个半透明的动作的啊，但是这个颜色会跟你怎么去做它有关系，这其实跟我们用玻璃有点关系。不过就是它的麻烦在于，它如果今天单纯用这样做，你不去用其他的这个架构，它其实看不到，所以它会有这个刚相对的问题之一。我相信应该大家也有可能在尝试这个事情哦，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个事情变成透明的状态？那另外一个方法，用这个颜色的方法之一，就是它这个东西本身是柜体嘛。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做，你把橱柜这个事情，它的透明度，你把它拿到50看看，它就会直接上来。所以第二个方法是比较快速的，它直接用柜体去做这个处理。但是这个问题来了，就是你可能会有个尴尬的点，就是说我今天想要把它分开去处理，那我回馈一下这个同学，你可以回答我一下。你这么做是因为你想要让在做柜子的人可以分开门片跟柜体，还是说你希望做的事情其实是同一张图就可以看到两个事情，一起把它做对照？回答我一下哈，如果你还在。好，所以我们继续讲这个内容哈，就是刚刚这个方法，第二个是这样子。那过来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怎么样呢？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去设定一件事情。
这边有可见性可以设定。你注意看哦，现在这个状态啊，我们先把它材料抓回来哦，抓原来的这个状态。我们一样让它回到这个地方来，就是没有做半透明的动作，它是原来的状态。那我们先完成，因为刚刚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已经设了 VV 嘛，是让它变成是半透明，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事情先取消，先不要让它有半透明的动作，先保持这个状态。好，那么我今天还可以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我觉得是比较方便的，也比较大家简单的方法，就是我在这边直接选择这个要挡住的这一块，直接选择它可见性，然后我选择在它的某一个显示的性质当中不要出现，譬如说我在中等的时候把它扣掉，所以当这个地方我如果把它选择中等的时候，基本上它这个内容就会就会消失。然后我们再把其他东西一起拉动一下，所以这个地方的可见性，在中等的时候，它基本上就不出现。好，来完成模型，看到了吗？我选择中等的时候就不出现，我选择性质就出来。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能会比较适合大家去用，不过你可能会出现问题说，老师我不是要它不出，我只是要它半透明。但是我其实看到上次同学给我的案例的这个内容，他其实想要做的事情好像比较偏向于是要做这个动作，就是说我可能比较希望他看到的是，我可以让他有一个图是有一个图是没有的，在这个地方这里有个没有的状态。那用这个方法其实就可以做这个事情了。为什么我说可以做这个事情呢？来，你看哦，我们这不是鞋柜立面吗？那我们就复制这张图。鞋柜立面这个是隐藏名片，多一个隐藏名片的这个内容，然后我们在这地方，在这个图说我们把它变成是刚刚的中等，然后这个原来这个能保持原状，所以以现在这个状况来看，我把这两张图抓在一起，然后你用这个方式去看它，这我先关掉了，没有用。你看这两张图同时并存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排在一起，排在一起，那它自然而然就可以将这个内容调整这个方式去解决你要出现的图说。然后我不论这个同学有没有回答我，其他人你们有没有解决你们一直以来在柜体表现程式上面的问题？有的帮我按一下1。其实我个人会比较喜欢用剖面的啦，我没有很喜欢用表现法去做处理。但这个东西是可以去面对的，就是说如果你需要的话才去做这个事，要不然我个人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用地面的剖先去表达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像我们在做的这个动作，假设一样是鞋柜这个地方，我还是会比较倾向于用这种方式去思考它，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符合我们一直以来的绘图模式啊，就是说我第一刀在这儿，我第二刀在这儿，去讲这两件事情。那我相信刚刚那个同学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一样也有想到这个可能性，只是他的表现法可能需要去做这个调整，所以他就去做这个变动。所以我希望这边可以先解决大家这个问题。好，那这个你怎么样去改变某个材料或柜体的样式这个事情，就这个东西，这第4个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我们等一下再讲。但是我现在继续跟大家讲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是透过阶段这个事情去表现这个内容。就假设说我能不能够不要用可见性再去处理，我直接用阶段去表现这个事情，可行的。但是就必须要你要知道你要在做的事是哪一个状态。譬如说，我今天想要做的柜子是分开阶段。好，那我今天就开一个新档案做给大家看看，让你们可以理解一下这个差异在哪里。那为了让大家方便可以理解这个，我们直接 copy 这个东西过来就好，不用重做了。好，你看在这个状态之下，我
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单纯嘛，就是我今天就是想要让这个柜体有阶段性的分类。那我现在就来去做这个动作，我先复制一个到原地。好，那我们这边这个阶段性先做个处理，是设计的阶段，先做个处理。我就先做个简单的事情就好，希望大家先理解。第一个，这东西是柜身，好，然后这个是这个柜层板，这个是柜门片。当然，其实不一定是只有这样分了哈，但是我是跟大家讲，这个是一个方法哈。那当然，以我们一直以来的分类模式，这个数字编号是肯定要写的。有些人可能会说，老师，我应该是门片先装，柜体层板最后装也行啊。你如果是这样子做法的也可以。我们就照着大家实际上会比较常出现的这种模式来讲，然后可能还有个这个第4个柜5金，比如说你有门片的什么的啊。好，那同样的阶段筛选，这边就直接删掉了。这个各位，如果你们有记得一些这个阶段的人，记得去补一下课哈。我们都有新的内容会不断更新给大家。这边好，那这个都先取代了哈。先不做这个动作，我今天只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你可以怎么样去表现出那个差异。但是其实在这个地方啊，它会有一个拆除的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去表现它一下。我们先给它取代，我觉得可以用快速的去用取代，让大家先理解一下这个差异。好，先这样子。我刚刚不是复制了同一块在身上嘛，所以我现在可以去编辑其中一块。当然，我现在这样做哈，是在告诉你说，其实你在最早的时候，你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你就应该先思考到了，你不要说到后面才思考到，这个有点来不及了。把门片都先拆掉。好，我先把旧的这个整个的先把它隐藏起来，这样我等一下再做这个动作会比较简单一点。继续把门片删掉。好，像基本上我就是没有门片的状态，我只有柜身，也没有层板，把层板删掉。现在层板都没有了，层板也没有了，所以这边只有柜身，基本上只有柜身。好，这个柜身算这个底，算是柜身的一个部分了哈。好 ，OK， 完成。那我把刚刚的叫回来，所以刚刚这个原来还有的，这个是我们刚刚强调的，这个是原来的。好，继续。在这个之前哈，我跟各位讲，因为我现在是为了拿一个简单案例让做给大家看所以我现在必须要把所有东西都一个个藏起来。可是你们这样比较能知道我在说什么。后来就是把它的柜身的东西把它删掉。我只留下层板。我觉得稍微有在操作的人应该很快就大概知道我在做些什么事情了。就是说，我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比较把事情给分类分好，然后让我们去找到要做的内容。OK， 首先拿掉。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至少已经有两个向度了。我先把这个藏起来。你可以看到这边，剩下门片还没有装上去嘛，所以我现在继续编辑这个，我只剩下门片就好，其他都删掉了。好，剩下门片跟层板，门片，好，先这样子。所以某种程度来说，现在我这个是单纯的是这个门片的，这个是层板的，门片的这个部分我把这个也删掉，这里没有，这个没有关系。是面板材 ，OK， 好，来各位看我们这个东西是柜身，对不对？所以你把它的阶段设在柜身上面。这个东西它是属于柜的层板，它在柜的层板上面。
门片上面，把它选择在柜门片上面。好啦，你看哦，现在当我在单纯柜身的时候，它就只有柜身；单纯在柜门片的时候，它就柜门片；单纯在柜门片加层板，它就把什么叫出来。各位，你们看得出这个方法吗？就是它其实是应用我们的阶段性的事情，去把柜体拆解成这些内容。这个方法它是有帮助我们去做很多筛选的动作的，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你必须要处理所有的内容，然后你要了解说，你所有的事情都是必须要去面对一样的做法的，你才需要做这个动作。不然我觉得刚刚可见性效果会比较单纯，也会比较简单。那为什么现在会变色呢？会变色的原因来自于刚刚的这个阶段，因为它的阶段筛选，如果我今天把它设定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它就会去强调说前一个东西已经拆除的内容。假设我今天把这个东西直接一品类，那么它就没有这个问题。那我们再把这段叫出来一下，这个都是一品类的方式啊。那一品类重新取代，就是它基本上就是不会有这个其他的问题。好，让它全部都叫出来。那么我，比如说我全部都选择在柜层板这个阶段，应该是全部都出来了，它就全部都出来。那如果我今天阶段只有选择到门片的时候，它就只有门片出来；我只有个柜身的时候，它就只有柜身出来。来，这个方法没问题，按下1。好，这其实很方便，去让我们去做一些空间上的变动的转换。但是用在柜体上其实是比较少人用的，而且也不太那么需要去做这个事情。但如果你真的某些时候要创造自己的家具，或者创造自己的某个空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几个特点，它分阶段，你可以单纯的去把这件事做出来。我想这样大家可以去方便去做你要做的这个所有内容了哈。那这个有好处，我再延伸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说柜身这个事情，如果我想要在图上去表现出柜身是有某个特殊的状态的，那么我其实还可以在这边做这个动作。比如说这边做橱柜，对不对？我在这里面，比如说给它透明度50%，啊，你注意看它会发生这个事，对不对？但是它就可以让你把所有事都整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你其实是方便你去这样看的，好，你不会只有被绑在一个单纯的柜，你不用再做刚的这个联动，因为我们刚刚教过方法之一是这个嘛，直接用这个去改变嘛，那你就会发现它全部都可以，但是你没办法把东西隐藏起来。透过这个方法，你就可以帮助你又可以半透明，又可以做这个动作。OK， 那我们再来应用一下刚刚说的这另外一个小小的差异，就是什么？你看哦，这个系统板，假设这个系统板。你今天希望它的材料其实是有透明度的，把这个打开，好，你比如透明度，你按套用一下，好，你看它就变透明了，有没有看到？就是我材料也是可以控制它的，不是不行，只是说你材料控制它是不是必然你要这样做是一件事，因为事实上你这样做完之后，你用一致的颜色，它是真的透明了。你看我再看一次刚刚的材料，这个材料我们先用系统板。你看这个系统板在这个地方，假设这个材料库，它是这样子，然后我这个地方的这个材料，它是真实的去做了透明，这是真实的透明哦，不是假的透明哦，那么它就真的会变成透明的状态。好，那我们把这打开，比如说半透明度就好，不要全透明度，把它弄下来，半透明度，它是真的去透明的，而不是假的，所以它材料是真的变动的。那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我透过这个地方的彩线外观去做透明的动作。这个彩线外观透明的动作就是指，我今天只有在这个状态会变透明。等会我们再继续把这个材料叫出来一次。你看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这个图形的显示，把它变成是半透明，但是我的外观这里还没有任何透明。也就是说，我这样做的实际上的状况，当我在用拟真的时候，它是不会透明的。各位这个点看得懂的，帮我按一下1，这个需要
动点头脑，希望你看得懂，看得懂按一下1。好，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隐藏这个事情啊。可见性、弹性这个事情，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刚刚透过材料的变化，也就是说，透过我们刚刚做的这个描影的变化，这比较偏向表现法的处理。那第二个是透过可见性设定，这比较像是什么？这个是透过这个详细程度的变动。第三个是透过我们的这个阶段，这个是比较偏向于用不同的时间差。好，那这个第四个是透过 VV， 就是另外一个可见性的这个是透过系统上全类型的设定，所以这4个点，麻烦各位你在运用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去整合一下，你需要什么内容，然后去做这个调整。好，这4个，第一个材料变化我刚做给大家看，可见性设定就是你的基本上的这个详细程度变动，然后阶段性的我们刚刚在做的这个事情 ，VV 就是我们在做这整体的这个变动。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学完了基本的这个可见性跟这个，但材料变化这个大家还需要应用。就算是这是我们上过的课程，但是你怎么应用是你自己的确定的后面的发展。好，今天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进度分享的元件赠送活动，大家把自己的进度 share 出来，就可以得到他自己想要的一些元件。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不同的人，他从 render 到他的这个施工细节设计的一些应用，好，以及到他的整个施工图的发展，还有他整个跟客户讨论的过程。然后我们的课程平台其实是不断的更新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直播不断更新的内容，所以各位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麻烦你一定要到我们下面的资讯栏看看我们那个链接，不论你对课程或是对即将要发展的一个启程导览会来去看看，希望我们能帮助到你，谢谢大家。